好，你找到了一个舒服的姿势了吗？把被子盖好，把灯关掉。今晚我们要聊的这件事儿，你可能听了一辈子，但从来没想过它背后藏着这么深的秘密。你有没有想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神话谜团，其实就藏在我们过年时那些红彤彤的年画里？那些年画上印着什么？印着8个奇奇怪怪的人。有一个瘸腿的乞丐，脏兮兮的拄着根铁拐，那是李铁拐。有一个倒着骑毛驴的怪老头，他不是正着骑的，他是倒着骑的，那是张国老。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剑客，有一个穿破衣裳的街头疯子，还有一个老胖道士拿着把破蒲扇。你说说看，这像什么？这根本不像一个神仙天团，对吧？这更像是从城市某个角落里拼凑起来的一群社会边缘人。但偏偏就是这群人，他们成了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最被老百姓供奉的神仙组合。我们华人世界从2000年前一直到今天，从大陆到台湾，从东南亚到全世界的华人社区，都知道这8个人，都供着这8个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最终选择的神仙偶像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玉树临风的完美神灵，而偏偏是这样一群老弱病残风的失败者联盟？这个问题背后藏着一个关于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巨大秘密。今晚我们就来把它慢慢打开。我们先把时间往回拨，拨得很远很远，远到八仙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八仙这个组合还没有出现之前，在吕洞宾、李铁拐这些名字还没有被人喊出口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这不是一个讲神仙的故事，这是一个讲凡人怎么一步一步把神仙创造出来的故事。我们的先祖从很早很早以前就被2个问题困住了，这2个问题是一切的源头。第一个问题来自一个叫庄子的人。庄子这个人，你想想他整天坐在那里看鸟在天上飞，看鱼在水里游，然后他就在想，人为什么不能这样活？人为什么要被礼法束缚，被责任压着，被规则套着？他受够了。他在他那篇《逍遥游》里用尽了一辈子的想象力，虚构出了一种他最渴望的生命状态。他说，在遥远的渺孤舍之山住着一种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欲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你听听这个描述是多么轻盈，多么不食人间烟火。庄子所幻想的那种仙，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命题。它不是为了长生不老，它是为了精神的绝对自由。这是仙这个概念最初最浪漫的那个原型。然后几乎就在同一个时代，另一股更沉重的力量也登场了，带来了第2个问题。这个问题来自秦始皇嬴政。嬴政这个人，你来想想他的处境。他征服了所有他能看到的土地，战胜了所有的敌人。他以为自己是神，但是到了晚年，他发现了一件事，他会老，他会死，他无法接受。他战胜了天下所有的人，但他战胜不了时间。于是这位千古一帝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也最绝望的一次寻仙之旅。他不再满足于庄子那种精神层面的幻想，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不死药，他要物理意义上的长生不老。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一个叫徐福的方士告诉他，东海之上有3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仙山之上有不死之药。秦始皇信了，他倾尽帝国之力，
让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驾着庞大的舰队驶入了茫茫的大海，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而那位渴望永生的始皇帝，最后孤独地死在了东巡途中的沙丘宫。他的尸体，史书记载，要用咸鱼的气味来掩盖腐臭。你看这个结局，多么讽刺，多么宿命。就这样，仙这个概念在它诞生的最初就有了2个完全不同的面孔，一面是庄子的，是精神的，是向外飞翔的，是出世的；另一面是嬴政的，是肉体的，是向内抓住的，是入世的。这2股力量同时存在于仙这个概念之中，它们彼此拉扯，彼此矛盾，谁也消灭不了谁。这个原始的矛盾就是后来八仙这个天团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根本原因，因为八仙恰恰就是一群又出世又入世的最矛盾的神仙。好，时间继续往前走，走到了唐朝。唐朝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唐朝的皇室姓李，他们宣布自己是道教始祖老子李耳的后代，于是在唐朝寻仙修道变成了一项国策，整个社会都在谈神仙，谈长生。就在这个背景下，八仙天团的第一位原型人物真正走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个人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旧唐书和新唐书这2本正史都给他留了一笔，他就是张国老。你听好了，张国老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神话角色，他是唐朝一个现象级的真实人物，一个活生生的超级网红。他的人设简直是为神仙量身定制的。第一，他来历不明，他自称生于尧帝时代，那比唐朝早了足足3000多年。这个人设比今天任何一个不老明星的公关文案都要硬核10000倍。第二，他行踪飘忽，常年在山西中条山隐居，神出鬼没。但真正让他出圈的是2件事。先是武则天听说有这么一号人物，派使者去请他，张国老一听当场扑倒在地，死了。使者看人死了，只好回去复命。可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人在山路上又碰到了活蹦乱跳的张国老。这是他人设的第一次封神。然后是唐玄宗李隆基。玄宗晚年也开始怕死了。他听说张国老的传奇后，派出最隆重的使团去请这位活神仙。这一次张国老来了，他来到长安，来到唐玄宗面前。玄宗带着一半相信一半试探的心情问他：先生，您既然是尧帝时代的人，为何容貌如此衰老呢？张国老笑着说：我生在尧帝时，活到今天，实在太老了，牙齿都掉光了，有损先人形象，不如换一副。说完，他当着玄宗的面把自己剩下的牙齿全部敲掉，鲜血直流，然后从怀里取出药敷上。片刻之后，满口皓齿重生，洁白坚硬。玄宗震惊了，但还想继续试探。几天后设宴，玄宗取出一杯御酒赐给张国老。张国老闻了闻，说：陛下，这不是我能喝的酒，我只喝毒酒。这简直是最疯狂的一句话。玄宗骨子里的控制欲被激发了，他真的让人取来了鸩酒，那是古代的剧毒，宫殿里的气氛一定紧张到了极点。张国老在满朝文武的注视下，接过那杯致命的毒酒，一饮而尽，然后咂了咂嘴说：这酒也不怎么样。他安然无恙。玄宗彻底信服，当场封他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张国老成了大唐官方认证的活神仙。旧唐书把这件事原原本本记录了下来。它不一定是事实，但它一定是历史。
因为这个故事精准地映照了那个时代一个晚年帝王的精神焦虑。开元盛世的裂痕已经出现，杨贵妃与安禄山正在把帝国推向深渊。玄宗控制不了帝国的衰老，他迫切需要一个证据，一个有人能战胜时间的证据来安慰自己。张国老就是那个证据。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在最后，在唐玄宗赐予他无上荣耀之后，张国老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他开始倒骑驴。他每天骑着一头小毛驴在长安城里倒着走，背对前方，面朝后方。我们必须停在这里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倒骑？这绝不是杂技表演。他倒骑这个姿势同时传递了2个信号。他背对前方，意味着我不看未来，因为那即将到来的安史之乱是不可测的，是混乱。他面向后方，也就是长安，意味着我也不真正融入当下。他用一种最荒诞的姿态，在盛世与乱世的夹缝之间，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精神的安放之处。这个倒骑的行为，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们的权利，你们的荣耀，你们的纷争，你们的焦虑。对不起，我不看，我不听，我不参与。这就是张国老为八仙这个组合贡献的第一个灵魂特质：清醒与避世。几乎就在张国老倒骑驴的同时，另一个原型人物也开始在历史的角落里成型，他就是钟离权。如果说张国老代表的是边缘者的清醒，那钟离权代表的就完全是另一极。他自称汉钟离，说自己是汉朝的大将，来历煌煌，权威赫赫。他的形象也与张国老截然相反。张国老是瘦骨嶙峋的怪老头，而钟离权从一出道就是那个手持蒲扇的大肚道士，胖得圆润，神态从容。蒲扇在古代是军师与权威的象征。钟离权不是来避世的，他是来入世的，来建立秩序的，来点化管理的。这非常重要，因为一个神仙天团不能全是张国老那样的怪人，他必须有一个主心骨，一个大家长，一个能撑起场面的人。钟离权就是被选中来扮演这个角色的。你看，就这样，在汉唐的星空之下，八仙这个传奇的2极出现了。一极是民间的边缘的清醒的张国老，另一极是官方的权威的入世的钟离权。他们就像是2颗遥遥相望的星，彼此还不认识，各自孤独地在历史里巡游，等待着那个能把所有人串联起来的灵魂人物登场。这个人即将出现，他是一个落榜的文人，一个风流的剑客。他的一生将从一场梦开始，他就是吕洞宾。历史的车轮碾过了盛大外放的唐朝，驶进了一个更内敛、更精致也更焦虑的时代。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人地位最高的时代，没有之一。但同时，它也是文人精神压力最重的时代，因为科举在宋朝达到了顶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8个字是宋朝读书人的精神枷锁。一个宋朝的读书人，人生几乎只有一条赛道：考试、及第、做官、光宗耀祖。这条独木桥上挤满了全天下最聪明的头脑。成功了，你是人上人；失败了，你是落榜者。这种极端单一的成功标准制造了庞大的集体焦虑。就在这个焦虑的时代风口上，吕洞宾的故事诞生了。这个故事就是我们所有人 DNA 里都无比熟悉的4个字：黄粱一梦。
请让我用睡前故事的方式带你回到那个傍晚。那是一个寒冷的黄昏，在邯郸的一家小客栈里，一个失意的年轻读书人刚刚落榜，风尘仆仆，唉声叹气，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盼头。客栈里，他遇到了一个胖道士，手持蒲扇，正在生火煮饭，那就是钟离权。钟离权看了看这个年轻人，看穿了他所有的不甘与疲惫，对他说：“你累了，睡一会儿吧。”吕洞宾接过那只青瓷枕，在客栈的卧榻上沉沉睡去，梦开始了。在梦里，他的人生仿佛换了一张剧本，他考中了，不但考中了，还连中3元。他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娶了最美的相国千金。他平步青云，从县令一路做到当朝宰相，出将入相，权倾朝野，儿孙满堂，富贵滔天。这是一个读书人所能幻想到的最完美的剧本。然而就在他80大寿那一天，梦开始崩塌了。政敌的诬陷，皇帝的猜忌，一夜之间，他从人生巅峰跌进了万丈深渊。家被抄了，家人流放，门生作，鸟兽散。他自己一个人被贬到岭南烟瘴之地，老、病、穷、孤、独，所有他曾经鄙视过的失败者的标签，全部贴在了他身上。就在死亡降临的那一刻，吕洞宾猛地惊醒了。他还在客栈里，还是那个一无所有的落榜年轻人。窗外寒风依旧，他转过头，看见钟离权正微笑着用蒲扇扇着炉火，耳边传来黄米饭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的声音。他问：“我睡了多久？”钟离权指了指那锅饭，说：“饭还没熟呢。”这就是黄粱一梦。这个故事是一颗投进中国文化里的重磅炸弹，它的革命性在于它解构了成功。它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宿命感，向所有的焦虑者提问：你所追求的功名利禄，你那个完美的剧本，它真的值得吗？你赢了又能怎样？你输了又怎样？吕洞宾的成仙，不是因为他考上了，也不是因为他打败了谁。吕洞宾的成仙发生在他从梦中醒来的那一刻。那一刻，他选择了退出那条独木桥，选择了不再玩成功与失败的游戏了。这就是吕洞宾为八仙这个天团注入的灵魂。他不仅仅是张果老那种纯粹的避世者，也不是钟离权那种权威的管理者。他是一个经历过完整的人间剧本之后，主动选择离开的人。他为全天下的焦虑者开了一扇后门。他告诉所有的读书人，没关系，就算你考不上，就算你失败了，你还有另一种活法，你可以成仙，你可以逍遥。所以吕洞宾必须是这个组合的核心，因为他不是一个神，他是所有失意文人的终极幻想。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成，文人圈里的共鸣只是开始。一个真正伟大的神仙天团必须走出书斋，走进市井，走进那些目不识丁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宋朝的城市里有大量的市民、说书人、小商贩、手工业者、流浪汉，他们才是这个时代最庞大的文化消费者。他们听不懂黄粱一梦里的哲学思辨，他们的焦虑更朴素。我生病了怎么办？我没饭吃了怎么办？我被欺负了怎么办？这个神仙天团要下沉，要扩招，要吸收能为底层百姓代言的新成员。于是在宋朝街头巷尾那些说书人的故事里，两个最不可思议的原型被拉进了这个组合。他们来自社会的最底层。第一个
是李铁拐。李铁拐的人设是八仙里最惨烈的，他是乞丐，他是瘸子，他奇丑无比，他几乎是吕洞宾的完美反面。吕洞宾有多英俊洒脱，他就有多落魄残破。他的来历故事也充满了宿命的荒诞感。传说他本来是一个有道行的修炼者，有一天他的元神要出窍，去神游太上老君的仙境。临走前他交代徒弟，我肉身放在这里，你替我看管7天，7天后我若还未回来，你再把这肉身火化了。结果到了第6天，徒弟家里出事，母亲病危。徒弟心想，第6天和第7天也差不了多少，提前1天把肉身烧了。当元神兴高采烈地从仙境回来，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化为灰烬，他成了孤魂野鬼，飘啊飘。眼看元神就要消散，千钧一发之际，在路边看到了一具刚刚饿死的流浪汉尸体，还是个瘸子。他没有选择了，一头扎进去，站起来就是李铁拐了。这个故事在反思一件事：一个人的灵魂到底能不能超越皮囊的束缚？李铁拐被迫接受了那个最丑陋、最残破的外壳，但他接下来的人设却封神了。你看他手里拿的法器是什么？是葫芦。葫芦里装的是什么？是药。你看这个神仙天团里，那个长得最丑的，那个最残破的，那个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他是负责疗愈所有人的那一个，他是悬壶济世的药神。这就是底层百姓的幻想，他们不需要一个英俊潇洒的吕洞宾跟他们谈哲学，他们需要一个李铁拐，在他们生病困苦的时候，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安慰和疗愈。李铁拐的加入让这个组合第一次有了慈悲的温度。紧接着李铁拐进入这个组合的是八仙里最古怪也最先锋的一个原型蓝采和。我必须说他或她，因为蓝采和的人设第一条就是性别模糊。所有的古代文献记录都说他或男或女，或老或少，飘忽不定。在那个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儒家世界里，一个性别模糊的神仙突然登场，这简直是石破天惊。蓝采和穿破烂的蓝衫，只穿一只靴子，是个街头艺人，手持拍板在街上唱歌。唱什么呢？他唱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你在入睡前细细品一品这句歌词，我蓝采和一边跳舞一边唱歌，而你们所追逐的这个世界，它能存在多久呢？它又有什么意思呢？吕洞宾是看透了的哲学家，李铁拐是治愈者，而蓝采和是八仙里的那个疯子，那个局外人，那个用疯癫对抗世界的艺术家，那个性别不被定义的人，那个代表了所有被秩序排挤在外的边缘人的灵魂。当李铁拐这个乞丐残疾和蓝采和这个疯子边缘人一起被拉进这个组合，八仙这个传奇完成了他青春期里最伟大的一次进化。他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宣言：成仙获得精神的自由，不再是帝王的专利，不再是道士的特权，甚至不再是失意文人的专属幻想。无论你是乞丐，是残疾，是疯子，是边缘人，无论你的财富、样貌、性别、地位，你都有资格获得自由。这是八仙这个故事最温暖也最核心的力量，它让自由变得民主了。但这个组合还不够完整。到了元朝，历史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震荡，南宋灭亡了，北方的铁骑席卷中原，一个由异族统治的庞大王朝登上了舞台。这对中原的读书人来说，是一次结构性的粉碎。
在宋朝，他们是天之骄子，科举是他们的赛道，做官是他们的使命。但在元朝，这一切都变了。蒙古统治者带来了草原的秩序，汉族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科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被取消了。那条赖以为生的独木桥一夜之间断了。这种巨大的落差制造了一个精神真空，所有人都迷茫了，旧的秩序崩塌了，新的价值在哪里？就在这个真空里，两股力量异军突起，联手打造了八仙这个传奇最重要的成型时期。第一股力量来自宗教，当儒家秩序失灵，道教的慰藉就登场了。一个叫全真教的道派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全真教的领袖们非常聪明，他们知道乱世里人们需要精神偶像，于是他们在民间所有流行的原型里选中了人气最高的核心。吕洞宾尊他为吕祖，为他著书立说，把黄粱一梦从一个文人的牢骚升华成了宗教的预言。吕洞宾从此从一个失意文人升级成了普世的点化之神。第二股力量来自世俗，来自元杂剧。科举断了路的读书人总要吃饭，总要表达，于是那些全天下最有才华的笔杆子走进了勾栏瓦肆，开始给普通老百姓写剧本。关汉卿、马致远这些天才开始为市民写作。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就这么荒诞地在一个最不尊重文人的时代里到来了。剧作家们发现了八仙这个宝藏，吕洞宾、李铁拐、张国老，这些原型在民间已经很火了。他们拿起笔开始写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写铁拐李杜金同玉女。但写着写着，他们发现这个阵容有问题。你不能把5个奇形怪状的男人摆在舞台上，戏剧需要平衡，需要多样性。这个天团有重大缺陷，它不完整。于是，一场伟大的补完计划开始了。八仙天团空降了最后3位成员，第一个是韩湘子。剧作家们觉得，这个组合里虽然有吕洞宾，但他是个叛逆的落榜者。我们需要一个根正苗红的儒家学霸，然后让他主动选择成仙，这才能证明道比儒更高级。于是韩湘子登场了，他被赋予了一个显赫的身份，唐朝大文豪韩愈的侄孙。他的故事是儒家与道家之间的一场辩论，最终韩湘子点化了他的叔叔。这个角色的加入，让八仙彻底征服了读书人的心。第二个是曹国舅。剧作家们发现，这个组合里有乞丐，有疯子，有文人，有老人，全是体制外的人，但还缺少一个来自权力顶端的人。为了证明成仙的价值超越了人间一切诱惑，他们需要一个放弃了皇权富贵的人。于是曹国舅登场了，他是皇亲国戚，是人上人的顶端。他的故事是看穿了宫廷的丑恶与束缚，主动放弃了这一切。连皇亲国戚都向往的自由，那一定是最好的。曹国舅的加入让八仙的精神价值登顶了。第三个是何仙姑。这个舞台上还缺少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女性，一个没有女性的神仙天团是无法覆盖全社会的。戏剧需要阴阳的平衡，于是最后一块拼图被放了上去。何仙姑登场了，她是八仙里唯一的女性，手持荷花，代表纯洁、慈爱与家庭的守护。她的加入让这个组合瞬间柔和了下来，中和了吕洞宾的风流。李铁拐的残破，蓝采和的疯癫，让这个神仙天团变得温暖而完整。现在，让我们停一下，把这8个人的名单重新看一遍。钟离权，
代表军人与权威；曹国舅代表皇权与贵族；吕洞宾与韩湘子代表文人与儒生；张国老代表老人与平民；何仙姑代表女性；李铁拐代表乞丐与残疾；蓝采和代表疯癫；少年与一切边缘人。你看，这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切片，从军官到平民，从贵族到乞丐，从男人到女人，从壮年到暮年，从正常到边缘，这个组合不多不少，把中国古代社会所有的阶层全部囊括进去了。而这个组合在那个乱世里，向所有焦虑迷茫的灵魂传递了一句最核心的密码：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贵如曹国舅还是贱如李铁拐，无论你是男如吕洞宾还是女如何仙姑，无论你是老如张国老还是少如蓝采和，无论你处于社会的哪一个坐标上，你都拥有成仙的资格，你都拥有渡过苦海获得自由的权利。这是八仙这个故事中年时代的成就，它让自由真正民主了。八仙正式成团之后，还差一件事，他们需要一个合体的代表作，一个属于他们8个人共同完成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在明朝到来了。一个叫吴元泰的作家看到了《西游记》的风潮，他想，《西游记》是向西的故事，那我们能不能写一个向东的故事？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八仙，写下了《东游记》，也叫上《动八仙传》。在这本书里，那个我们今天最熟悉的团战故事第一次被完整地写了出来。八仙过海，故事是这样的：八仙结伴去给西王母祝寿，回来路过东海，吕洞宾那个永远不羁的灵魂提议，我们不要做官方的云彩和船只了，每个人用自己的法器，凭自己的本事渡过这片大海。这个提议激怒了东海龙王，因为龙王代表旧的秩序，是庞大的体制，而八仙不用体制的船，他们用个人的能力渡海，这是挑衅，这是宣战。一场大战就此爆发。经此一战，八仙彻底定型，他们手中的8件法器也在明清的故事里被固定了下来。我们必须仔细看一看这8件法器：吕洞宾的剑，李铁拐的葫芦，何仙姑的荷花，张国老的鱼骨，曹国舅的玉板，韩湘子的笛子，蓝采和的花篮，钟离权的蒲扇。你仔细看，这8件法器大部分不是武器，葫芦是日常用品，荷花是植物，蒲扇是生活器具，花篮是装饰品。更不可思议的是，其中至少有3件是乐器。张国老的鱼鼓是打击乐器，韩湘子的笛子，曹国舅的玉板，也就是拍板。这是八仙传递的最深层的密码。他们的神通不在于战斗，不在于毁灭，他们的神通在于逍遥，在于点化，在于艺术。他们是用音乐，用美，用生活里最朴素的器物来度过人生苦海的。到了清朝，八仙退休了，他们不再仅仅是道教的神仙，不再仅仅是剧场里的角色，他们走出道观，走出剧院，成了中国文化的吉祥物。他们出现在过年的年画上，出现在喜宴的瓷器上，出现在婚礼的装饰里。人们甚至不再画他们本人，只画他们的8件法器，一个葫芦，一把扇子，一管笛子，我们就知道他们来过。这就是暗八仙的图案。这个传奇已经不再需要故事了，它化作了符号，沉淀在了每一个华人的血脉里。好，现在我们的故事走到了终点，我们一起走过了这场跨越1000年的造神运动，从汉唐的孤儿原型到宋朝的青春期，
到元朝的舞台上正式成团，到明清的岁月里晚年封神。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开始那个谜团了。为什么中国文化最终选择的偶像天团是这样一群老弱病残风的失败者联盟？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八仙这个故事满足了我们中国人一种最终极也最矛盾的幻想。我们一方面渴望入世，希望神仙能像李铁拐一样来治愈我们的疾病，能像吕洞宾一样来点化我们的迷茫。但同时我们又渴望出世，希望能像张国老一样倒骑着驴不问世事，能像蓝采和一样疯癫逍遥。我们既想要人间的烟火，又想要世外的自由。八仙是唯一满足了我们这个矛盾幻想的神仙，他们是所有神仙里最有人味儿的，也是所有凡人里最有神性的。把镜头从这1000年的历史里拉回来，拉回到此刻，拉回到今天的我们。你想想看，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八仙。当我们在工作里感到疲惫，当我们忍不住想要躺平，我们就是那个倒骑驴的张国老，用一种别人看不懂的方式给自己找到一个喘息之地。当我们在人生的路口厌倦了竞争，当我们想要放下一切，我们就是那个黄粱梦初醒的吕洞宾，从一个精心设计的完美剧本里突然醒来，然后选择不再玩了。而当我们身处困境，当我们形体残破，当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理解，我们多么希望自己能像李铁拐和蓝采和一样，外在可以残破，可以被人嘲笑，可以什么都不是，但精神依然可以是自由的。八仙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是神，而在于他们太像我们凡人了。他们用一场跨越1000年的漫长旅程，用每一位成员各自的故事，告诉了每一个在深夜感到焦虑、失落、孤独、迷茫的灵魂。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就算你是个乞丐，就算你是个失败者，就算你是个怪人，就算你在所有人的眼里都不算什么，你也依然拥有度过人生苦海的资格。这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我们所有凡人最治愈的真正含义。好了，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了，谢谢你的聆听，晚安，好梦。